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湖南师范大学曾经在微博上引用了民国学界泰斗胡适的这句教育名言，引发中国大陆左派网民的围攻，批胡适是反动派战犯和汉奸。面对舆论风暴，湖南师大最终删去了胡适的署名。一场意想不到的网络风波，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扼杀，还折射出中共对历史的操控。文革中的红卫兵从未消失过，也让这位离世60多年的民国大师胡适再次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这位曾在中国思想界占据巅峰的学者，因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公开史料显示，1948年年底，国共内战胜负既成定局，蒋介石准备将大陆第一流的学者都转移到台湾去。列在抢救名单第一位的就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当时毛泽东也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中共保证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之后就搭机离开了北平。中共建政后，爱恨交织的毛泽东2次发动对胡适声势浩大的大批判，他留在大陆的亲人也都未能幸免于难。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密心，我是云天。胡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在新文化和自由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就是今天的上海浦东新区。他的原名叫胡四门，读书时又取名胡鸿霄、胡适之等。他的父亲胡传曾是清朝官员，家境殷实，但胡适4岁时父亲早逝，他就跟随母亲回到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入私塾读书。在母亲宽严并济的教育下，胡适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他常被乡亲们称为门先生，是说他小小年纪却有着读书先生的风范。胡适曾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谈及自己母亲教养的内容，曾被收入中华民国国民中学的教科书中。1904年，13岁的胡适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求学。他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城中学堂和中国公学等新式学堂。1910年，胡适考取第2批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后来受到辛亥革命的触动，弃农从文，改修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科，最终于192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胡适还获得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及其他30多个大学或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戴过博士帽最多的人之一。就在胡适戴上第1个博士帽的那一年，他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上结识了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蒋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前往美国四处演讲，以争取美国的支持，到中国战场去打击敌人，深得罗斯福总统的欣赏。辞去驻美大使职位后，他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后来还代表民国政府出席过在旧金山举办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和在伦敦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定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的夏天，胡适从美国返回中国，出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并在秋季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善为一名，理为一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胡适曾发电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2大党。1948年年底，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已经开始动摇，是战是和，他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
傅认为胡适能够替自己出主意，就找来胡适密谈。胡送了8个字给他：和比战难，坚持待变。但傅作义最终还是被中共统战劝降了。1949年1月，北平失守。共匪兵临城下时，曾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来。毛泽东也给他递话，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平。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和另一位民国学者傅斯年在南京面对滚滚而去的长江，一起背诵陶渊明的古诗：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忽值山河改这5个字像是有万千斤重，两人不禁潸然泪下。之后胡适又去了美国求助，只是当时局势已定，胡适这一次在美国处处碰壁，无力回天。共军占领南京后，他仍然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但他也多次拒绝在国民政府当官。中共建政后，胡适辗转于台湾与美国之间，主要从事讲学、著书等文化交流活动，也为台湾能够更加的自由与民主而积极奔走。他在台湾最后的职务是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年由蒋介石亲自任命。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学院及学术的最高殿堂，为总统府直属机构。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其一生未曾再踏上故土大陆。出殡那天，台湾各界10万人自发为他送别，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胡适太太江冬秀对他们的长子胡祖望说：“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哦。”蒋介石也为他送来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1948年的冬天，国共内战的烽火已将中国大陆吞噬殆尽。北平这座孕育了无数文化巨擘的古城，正面临一场历史性的抉择。每个民国学者都要选择是去还是留，这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更是知识分子的一场生死考验。当时蒋介石启动了抢救学人计划，希望在最后关头将中国最卓越的学者带离即将被中共吞并的大陆。计划名单上几乎囊括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与学术大师，其中胡适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是这场文化撤退的第一人选。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争抢胡适的过程中，胡是铁了心要跟老蒋走。对于毛泽东派来的说客，胡适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人转告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晗，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1948年12月15日，胡适等人乘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离北平，从此一去不复返。但是这场抢救最终却变成了胡适一生最痛苦的见证。12月14日，国民政府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2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和钱思亮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2批被抢救的学人中，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前教育部代理部长李书华等20几位教授。有媒体引述北大教授季羡林的回忆说，蒋介石派出3架飞机运输这些北平的著名学者，打算经南京转赴台湾。胡适亲自到达南京机场，满怀期待地迎接他的同仁。飞机到达后，他颤抖着双手打开第1架舱门，空的。他不死心，走向第2架飞机，拉开舱门，还是空的。胡适一个人在机场失声痛哭，那恐怕是他一生中最无力、最绝望的一刻。那一刻，他预知了这些留在大陆的学者的命运。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在那片土地上保留学术的纯粹，也能在政治风暴之外安身立命。然而他们都想错了。胡适痛哭是因为他知道，
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去留，而是生与死、自由与枷锁的抉择。那些没来的人，他们原本有机会逃离，去到自由的土地，继续传承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胡适的眼泪可以说是千古一叹，更是一个残酷而准确的预言。据资料统计，当时列在蒋介石抢救学人名单上有80多名，其中只有20人选择离开，去了台湾、香港、美欧，剩下的60多人则选择留在大陆。与胡适一起乘坐专机飞离北平的陈寅恪，最后也留在了大陆。他们迎来的不是新生，而是一场接一场的浩劫。那些曾经选择留在大陆的人，是否曾在某个夜晚想起那架本该带他们飞往自由的飞机？胡适对共产主义的怀疑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党思想不过是十足的武断，不仅缺乏实践可行性，更是违背人性。他不让大家被马克思和列宁牵着鼻子走。1947年，胡适发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明确指出世界上政党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他们以自由独立容忍为特点，即便是对立政党也能在公平竞选后和平轮替执政。另一类是俄国共产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他们的特征是专制独裁、暴力压制反对党，绝不允许任何异议声音存在。这篇文章发表时，国共内战尚未结束，但是胡适已经预见了中共的目的就是一党专政，如果夺取政权，必定实施集权统治，断绝一切自由思想的可能。1949年5月，时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已经投奔中共的陈元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劝其正视现实，应该转向人民。胡适随后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共产党统治下绝没有自由作为回应。他对陈元信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考证，认定这封信不是陈元所写，而是中共文人假冒陈元之名写的，并痛斥道：这封信最能证明共产党统治下绝无学术思想的自由。据《百年真相》节目介绍，1949年4月14日，胡适在赴美旅途中写道：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数十百万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成为阶下囚，甚至家破人亡。当年9月26日，胡适在第12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以理性与激情并存的语言，将毛泽东的集权暴政撕得粉碎。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正在被放逐或遭受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正在被驱使做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尽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当时有报道说，胡代表演说历时45分钟，以其丰富的情感与感人的力量，使全场始终凝视灌注静听。当他演说完毕，步下讲坛，台下立即响起如雷般的掌声。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载，胡适被公认为是个温和的人，好脾气的人，很少有生气的时候。但是1961年，当他从友人口中得知大跃进导致中国农村出现大饥荒，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他震怒地用红笔在文件上画满批注，怒不可遏地喊道：
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胡适痛心疾首地说，古人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利于我何有哉？让人民自食其力，政府不要干涉，百姓自然能生存。可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切都被摧毁了。上述的那些言论都是胡适成了中共的头号公敌。胡适之所以成为中共长期批判的对象，是他对中共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胡适还提倡独立思考、重怀疑、重实证，与中共的愚民政策不可调和，这也是毛忌惮胡适的根子所在。还有传言说，胡适早前说过，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的耳朵里了。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抢人失败后，在夺权前夕就把胡适列为战犯。毛当政后更是非常决断的2次发动对他彻底的大批判。1951年11月，中共发动第1轮批胡运动。1954年11月，毛泽东亲自下令，中共再度发动对胡适更大规模的批判，最终将部分批判文章集结成书。三联书店出版了8册胡适思想批判，在这些书中，胡适被骂成老鼠、苍蝇和狐狸精，中共恨不得将他彻底污名化。然而面对这些谩骂，胡适却幽默地回应，我是唯一看完这8本胡适思想批判的人。他的一个学生笑着问他，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道，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1950年代中共掀起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胡适的幼子胡思杜也发表了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文中列举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称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人民公敌。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并明确表示和父亲断绝往来。此文一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对胡适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胡适很快就原谅了儿子，他觉得儿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简报的眉批上写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不管胡思杜是真心还是奉命，这并没有给他带上诸如大义灭亲之类的红色光环。他是敌人的儿子，身上所背负的原罪就是洗刷不掉的，最终还是将他压垮了。南渡北归一书记载了胡思杜的这段悲伤往事。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但没有完成学业。1948年回国，成为北京图书馆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明回忆说，小儿子胡思杜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愿意随父母南飞，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当时胡思杜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为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到了1957年，骂完自己老父亲的胡思杜还是被划为右派，自己也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思杜在劫难逃，被批斗就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导致了他精神崩溃。人们无从得知那时的胡思杜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不过1957年9月21日晚上，他用一根上吊绳告诉了人们答案。那年他36岁，被组织定为畏罪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都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此外，胡适的侄子胡思猷在误入歧途信了中共后，最终也选择了自杀，结束了生命。据《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记载，胡适在1950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香港胡正中11月5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
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轩，但庆轩没有看见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胡思游从中学到大学的读书费用都是由胡适承担的，胡适对这个侄子可以说是仁至义尽。然而胡思游却思想左倾，并加入了中共，自然对推崇自由主义思想的叔叔很不满。对照顾自己的恩情不顾的胡思游显然中了马列的毒害不浅。不知道胡思游临终前有没有明白过来，自己才是上了中共的大当。胡适的一生看透了中共专制的本质，从未向暴力和谎言妥协让步。他用一生书写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也用一生见证了太多知识分子的幻灭。他的一生是对自由最坚定的注脚，自由的灵魂永远不会被征服。这里是希望世界，是海内心，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